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9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新闻插座是：布林肯与王毅在联合国的针锋相对意味着什么？联合国安理会5月7号召开外长级的视频会议，那么中国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所以会议是由中国外长王毅主持。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维护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个题目一看就是中国的手笔了啊。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这个议题选择来实现，就是设定一个他想要设定的议题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啊。王毅先发言啊，王毅发言完了以后，然后陆陆续续大家发言，布林肯接着发言，其他的发言我们忽略，我们只讲王毅跟布林肯的发言。他们这两个发言呢是针锋相对啊，互相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啊。先说王毅说了几点啊，我就不全篇念，我就挑出几个要点。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恪守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则，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定，在这上面不能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坚持多边主义就必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这是当代践行多边主义的应有之义，与单边主义绝不相容。国际规则必须由各方共同书写，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和特权。我们要公平正义，不要霸凌和霸权。那么王毅的主要的诉求方向是两个啊，一个就是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要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际规则是各方共同书写的，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啊，这就是王毅的主要的诉求方向啊。那么他的讲话呢，也不是特别长啊。那么布林肯发言比较长啊，而且都是非常有针对性。布林肯说，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最佳工具，美国将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基础是各国共同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些国家破坏国际秩序，假装规则不存在，随意违反规则，我们将强力反击。我要说清楚，美国没有通过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来压制其他国家，我们帮助建立和捍卫的国际秩序，使得某些气势汹汹的竞争者才有机会崛起啊！这就讲中国了啊，就是没有国际秩序，你崛起是不可能的啊。捍卫多边体系的3种方式中，第一项就是所有成员国都应该履行承诺，尤其是具有国际义务的承诺，包括联合国宪章、各项条约和公约、安理会决议、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众多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商定的规则和准则。这显然是批评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啊。那么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啊。有些人认为政府在自己境内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人权是主观决定的价值观，不同社会看法不同。世界人权宣言以普世一词开头，各成员国一致同意，这些权利是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有权享用。国内管辖权不是给一个国家政府开出的空头支票，允许他们以此为由对其人民进行奴役、酷刑、被失踪、种族清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侵犯其人权。这就肯定就是反驳中国所谓的主权问题啊。当一个国家声称重新划定另一个国家的边界，或以武力相威胁解决领土争端，或当一个国家声称它有权支配另一个国家的选择和决定时，
他就不遵从这一公平的原则显然是讲中国在印度和在菲律宾那么基本上双方的发言，这个就大体上是这样。布林肯的讲话呢，每一句话都有针对性，他每讲一句话后面都跟着事情那么从双方的发言来看，王毅的讲话呢就比较口号化他就是讲一些原则，讲一些口号，讲一些主张，缺乏事实的支撑那么布林肯的讲话相对来说，他就炮火就很猛，非常有针对性。那么这里面有几点我想说的。第一个，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针锋相对火星四射，这是一个高强度的对抗那么这次对抗其实就是3月20号中美阿拉斯加会议的延续，只不过上一次是双边的会议，这一次是多边的国际会议这由这个双边的会场打到了这个国际会场这是第一。第二，阿拉斯加会议谈之后，美国加快了推动对传统盟友的说服教育工作。美国的从那次会议之后，美国的主要的诉求方式是什么？美国诉求方式是把中国定义成中国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这是美国的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主要的诉求方式。那么这个策略呢，对美国传统的盟友来说是很管用尤其是像欧盟跟日本他们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而且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对比较脆弱，所以他们对国际秩序非常依赖也很依赖这个秩序对他们的影响所以美国通过这个论据指出中国的威胁，一方面呢可以凸显这个美国的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传统盟友跟他站在一边那么中国回应的方式是什么？中国的回应的方式当然是这个指责美国维护的秩序是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秩序，这就是还是这个世界上有2种逻辑，一种逻辑就是逻辑，一种逻辑就是中国式的逻辑这个秩序也是一样。世界上的秩序有2种秩序，一种秩序就是我们讲的国际秩序，另外一种秩序就是中国嘴巴里的那个秩序，只是服务于美国的秩序，好像中国不在这秩序里面一样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想要维护的国际规则是霸权规则、小圈子规则然后中国的反驳，当然中国这种反驳呢不算特别有力为什么？因为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很清楚是怎么发生的，是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特别是苏联崩溃之后就全世界的秩序到底是什么？中国很清楚，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很清楚。你用这种事情来讲呢，就没有这个，就是只是语言上的反驳，没有这个事实支撑。然后5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习近平就讲，他说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这个习近平这番话呢，其实完整的反映了现在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困境。第一，中国利用这个联合国这种既有的国际政治平台实现他自己的政治进程的局面已经不能够持续下去了。所以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强调联合国的地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这次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
这个王毅在上面夸夸夸讲完他想讲的话，然后美国就出来，布林肯就出来反驳他，而且反驳的比他的力度还要大。所以中国想利用这种国际政治平台去推进他自己的进程，这件事情，这个局面已经没办法维持下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逐渐恢复跟他盟友的合作啊。那么在各个地缘政治领域形成了对中国的这种对抗的联盟，所以中国讲啊，拼凑小圈子啊，那不是小圈子啊，那是大圈子啊，很大的圈子啊。所以呢，其实在过去10年，中国做了3件事情，我讲的是对外关系上啊。第一，利用西方开放的体系，包括国际政治舞台，国际政治舞台和西方的体系都是开放的体系啊。那么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啊，包括欧洲啊，包括其他澳大利亚等等这些西方国家，进行了全面的渗透，来获得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利用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平台，推进他自己想要的政治进程。举一个例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甚至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国，这不是非常搞笑吗？人权理事会以往一直是对中国进行施加压力的，因为中国人权记录非常的差，所以他基本上用这种方式把对他形成的压力的这种平台给废掉了，因为他就不可能，就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自从中国加入之后，成为这个理事国之后，再也没办法通过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任何一个决议都通不过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通过一带一路啊，南海岛礁来推进他在地区事务中的扩张的意图，或者我们讲地缘政治的扩张进程。那么川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啊，诉求啊，最后形成了对中国的对抗，中美之间对抗越来越激烈。川普政府的诉求是什么？川普政府诉求就是一个，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这是他的诉求，川普政府的诉求。那么这个诉求呢，其实逐渐的唤醒了西方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啊，美国人民。那么西方国家也慢慢的看清楚中国的战略意图啊。那么拜登政府上来之后，他的主要的方式是什么？他主要的方式是联合西方盟友来抗衡中国。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他的诉求就是中国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现在的这个诉求是有利于他去团结他的盟友啊。那么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经形成了新的冷战，美国不再温文尔雅，而是直截了当的在国际舞台上反击中国推进自己的政治进程，而且他在全面的推进这件事情。中美之间的对抗在持续升温中，再次证明双方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意识形态之争、社会制度之争，这就是冷战，好吧？我就先做一个基础性的话题准备啊，完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无论是 YouTube 平台还是这个 Clubhouse 的房间，都可以开始提问、表达观点，或者是阐述你的看法，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环节。进入互动环节呢，请我先看一下，YouTube 这边有2个观点，我先把 YouTube 网友的观点说一下，好吗？这个房间的声音质量怎么样？我看看。OK， 好，情绪。以前在国内永远只听到 CCP 的一面之词，出国后才看到许多事情最真实的情况。王毅这番说辞只是说给国内的战狼粉红听的，
除了要坚持自己执政的底线，制造有利于 CCP 的秩序，其他说的都是漂亮的假话。观点，王老师那句名言，做正事就千疮百孔，其实不只是相关政务，关于舆论监督，关于管制人民也是千疮百孔。但凡不是一刀切的铡刀之下，不是大 V 那样的言论地位，普通人的牢骚，小民的来去，网警的管理一样是千疮百孔。不要把中共的能力想得太高，他们大部分人做事其实都是和稀泥。OK， 我这里差不多啊。Amy， 你那边开始吧。好的。那个就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大家举手踊跃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这个，因为这个 title 是非常时事的一个新闻发生，那我们也可以看成中美在联合国针锋相对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冷战。其实这个话题王老师已经谈过无数次了，只是说这个现在在这个节拍上，我们已经在公共的这个联合国上已经发生了这个矛盾，非常明显。那现在我们就按麦序来排吧，一个人1分钟，好吗？现在郝斌你在吗？我在。好的。先生好，你好。我是今天又抢一个第一个发言，我的意还是疫苗的。因为前2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拜登政府，特别是在7月，他提出了关于疫苗知识产权开放的这个问题。郝斌，大点声音好吗？关于这个疫苗的问题，现在他这个呢，拜登政府和戴奇都提出了关于疫苗知识产权开放这个问题。那么从反应上看呢，欧盟对此呢应该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包括辉瑞的这个 CEO 呢也提出了种种的理由，认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案。恰恰相反呢，我对于中国呢，按道理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中国在 mRNA 这个疫苗上面是没有什么知识储备的，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是获取这方面知识的机会。可是恰恰呢，他的态度一点都不明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的淡，或者是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也没有什么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这么个说法。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我们看不清楚，为什么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本来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可能它反应恰恰是那么冷淡的。我就想问这个问题，看王老师对这一点有什么你自己的解释或者是评价吗？抱歉。好，关于美国政府支持这个修改 WTO 的这个叫这个版权的公约啊，就是放弃一部分的知识产权，让全世界人能够分享知识产权，从而加快这个疫苗的生产，帮助全世界人民去抵抗疫情啊。这个首先我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个政治表态呢，是一个基于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对的一个政治表态啊。这件事情并不会马上对疫苗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对疫苗生产产生很大的帮助，因为就是 WTO 世界贸易组织146个成员国需要进行一场谈判，如果真的是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形成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其实就是这个 STRIPE 的附加协议，这个附加协议就是放弃哪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公开哪一些技术让大家去生产。那么这个是世贸组织的原则是一致性，就是要通过一个协议，必须所有人都签字，任何一个人反对都不行，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制。所以这个机制是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谈判的需求。那么，所以它会首先要形成一个共识，形成共识之后，才会进入我刚才讲的这个文本的谈判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政府这个表态，欧盟的态度其实是开始是反对，
后来也是支持啊，基本上也转向。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那么快的达成一个协议？我看是没有那么快，因为美国政府表态之后，美国国内还要形成一个共识，所以这件事情也要上美国国会，也不那么容易达成啊。这是美国国内首先有一个进程，然后世贸组织有一个进程，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分分钟搞出1-2年来都不一定。1年以上是必须的啊。那你想想，1年以上是什么概念？所以能够有多大的帮助不好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误读关于这个放弃部分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很多的误读，因为美国只是表达了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关于这项技术，关于疫苗的这项技术，它是非常复杂的。它跟生产是有关联的，所以它开放哪些专利，哪些专利会不支持，哪些专利又支持，这一定要得到什么？得到专利持有人的同意才行，不是说你不同，我想把它放弃就放弃掉，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要跟这些药厂进行谈判。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他们的首肯才行。所以在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进程啊。这是第二，美国的药厂它愿意开放，它也是需要条件，它不会无条件的开放，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我们叫什么那个词儿叫什么？这是一个明火执仗的抢劫。如果没有无条件的把他的专利开放掉的话，那是明火执仗的抢劫，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有很大的伤害啊。为什么？第一，这对于产权制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冲击。知识产权是什么？知识产权就是产权嘛，对不对？你把别人的产权开放掉，那等于把这知识产权给剥夺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美国的创新机制是有冲击的。创新机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你如果不经过我的同意，你把这知识产权保护的系统放掉我这一块，你说是不是冲击？那谁还去搞发明创造？所以对美国来说，这是2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头。所以美国做一个政治表态，我觉得政治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中国为什么不表态，或者是态度暧昧？中国看得很清楚啊，在这一方面，中国精得要命的。中国很清楚这件事情。第一，中国手上没什么专利，中国手上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这方面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中国怎么表态？中国说支持的话，别人会笑话他，对吗？他也不能反对吧？他反对也反对不来，政治不正确，所以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就没办法表态了。他想摆高姿态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不是专利持有人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我觉得反映了他现在的处境嘛啊，大概是这样。郝斌，可以吗？好，谢谢王先生解读啊，什么问题？谢谢。我们尽量的集中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好的。那Leo在吗？Leo。那王老师，您看那个我先来 YouTube 这边吧。好的。提问记得以前王老师说过，拜登和中国既竞争又对抗又合作的左右互搏之术，逻辑不能自洽。最近又说拜登对华政策可行，略可行。请问这种态度变化是基于什么考量？是看到美国近期的态度有什么重大转变吗？难道美国真的不会为所谓的合作而最终妥协，放弃对抗吗？我没有看到他放弃对抗啊，这还不够对抗吗？我不知道，左右互搏是他的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就说拜登政府他们讲，
他的对华政策是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也会和他合作，也会和他对抗。那我当时的理解，因为当时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从字面上来说，你这边又合作，这边又对抗的左右互搏嘛，当时只是个言辞上的不了解啊，所以你用昨天的我打倒今天的我那也行，但是这不公平，因为我们是新闻工作者，我们是跟随着新闻的进程来对新闻进行解读，不同的判断分析。那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都讲得很清楚，中美之间是进入了冷战啊。那你再来用他的政策刚出来的时候解读来反驳我现在的我，那没办法，我没办法回答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2点，第一个，这一看就明显的是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来质疑拜登的政策。我建议你还是非常冷静的、理性的去看美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根据谁的政策来判断这个政策对不对啊？你要看，我中间做过一期节目啊，讲过我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理解，就是基于几个原因啊，为什么他会是一个又合作又竞争又对抗？这里面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拜登政府还是要先搞定他国内的问题，所以他不想中美之间对抗那么高，对抗度那么高，他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啊，这是他一上来把这个中国定义为竞争者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美之间的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的确双方有他的非常多的领域是有交集的。那你要是不管3七21，中间一刀切下去，那就连皮带肉，会流很多血，自己也会流很多血。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它不可能是个单一的、简单的政策，它应该是一个复杂的、有策略的，而且有明确方向的一个这样的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去解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看，就是该对抗的地方就对抗。你看，在联合国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美国一点都不客气啊，派军舰去南海，去台湾海峡啊。那么该对抗就对抗，该合作的时候需要合作的气候问题，中国是碳排放占到全世界碳排放的30%，你要解决气候问题，你不跟中国合作，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所以他需要跟他合作。还有竞争，对抗背后是什么？其实是实力，实力需要怎么进行最根本的对抗，实际上就是实力之争。你要把自己的实力给增强起来，那你就要竞争。所以竞争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对抗你表现的双方在接触的地方对抗，不接触的地方怎么对抗，就是竞争。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基本上符合中美两国之间的现实的关系啊，它反映了这个关系啊。所以我没有看到拜登政府会放弃对抗，这就是一直川粉攻击拜登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看待自己的总统啊？提问：未来意识形态之争会不会慢慢变成冷战之后的科技之争？但是中国自己也清楚，清楚到了科技之争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实力，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意识形态之争？科技之争毫无疑问呢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比如说，美国对华为进行的制裁，美国对华为、对中兴通讯的制裁，非常经典的反映了科技之争。然后美国推出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法律，
控制中国从美国获得技术的可能性。那包括一些关键的部件，你比如说像这个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它现在是28纳米，28纳米再往前走它走不动的了，美国不会让它再往前走的。为什么？这就是科技之争，科技之争正在发生，而且美国采取的是小院高墙的策略，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是墙会非常的高，让你得不到。这是一个中美之间对抗的其中一个领域，它和意识形态之争并行不悖，它是并行的，同时发生的一个过程，也是个非常关键的领域。为什么？因为高科技是美国的主要的支柱产业，也是美国国力优胜的地方，所以它在这个领域，它是重点发展这个领域。也是重点控制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所以中国为什么要继续意识形态之争？很简单，中共在诞生的那一天起，他就以美国为对手，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改变过。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苏联把美国当作他的敌人，所以中共的诞生是服务于这个大的战略。那么苏联倒台之后，或者中苏翻脸之后，中国自己扯起一杆旗来，我要搞社会主义，我要做社会主义的老大，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他还是这个战略目标。所以为什么还有意识形态之争？他还是坚持他的初心。习近平一上台就说不忘初心。什么叫初心？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啊。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状态？就是美国啊，那就要干掉美国。所以中国跟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一天，没有一个领域停止过，每天每时每刻每个领域到每个人身上都在发生，没有改变过。只是美国人不知道，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只要你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敌人是谁，中共的敌人是谁，就是美国。它渗透到每个人的意识当中，所以它为什么要持续意识形态之争？它就没改变过。观点，相比西方在相同价值观驱动之下，每个人自发性的努力得到的高效，和体制内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做事，但凡和自己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利天下而不为，效率高下一览无余。这次谈话也是一样，一方为了上面想听而说，一方为了公益而说，高下立判，效率高低一览无余。这就反映出 CCP 干啥事都是千疮百孔，就算是战狼语言，也不是从大局出发，依旧千疮百孔。OK， 好，说得好。好，你们那边怎么样 ，Amy？ 王在吗？我是有一些心中的疑惑，所以想提问那个王倩先生。OK。好，我们现在是1分钟哈，那您可以在1分钟把自己的就是想表达的表达出来，之后如果还有时间，你可以再闪麦，好吗？好，我就想问一下王健先生，你认为那个我们就是说应该是要支持美国的总统拜登，但他的政策，但是疑惑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支持川普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政策，因为他是从他的执政开始才是对中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识，把中国和中国分开啊。那么包括拜登以前作为那个奥巴马的一个那个副总统的时候，那么在那么多年的时候看到那个奥巴马的政策也是比较亲共的。他包括我不同意你说亲共的，美国总统不会亲共的，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亲共的。我这样跟你说，我不希望你说这样的话，好吗？好。如果你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停止讨论，好吗？好，那我不认为我可能表达有误，其实不是亲共。那我认为就是说，
奥巴马他的政策在于对于中共的那个态度上并没有十分的一个强硬，所以才会让中共的很多的在美国渗透了很多的那个社会主义的思想，那包括这次大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一个过程，那么奥巴马在他的任职后期，他也推进了一个这个重返亚太的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只是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后没有持续下去。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下子就知道的。川普政府也不是一下子就知道的，川普政府在他的任期的前3年没有做任何动作。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他和所有的独裁者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你要是说奥巴马鼓励中共把他的社会主义传播到美国来，我是不同意你的观点。如果你是要讨论这个议题的话，跟我们今天的议题就不搭了，好吗？因为我自己的疑问是，就是说，因为在明面上，在台面上，那就比方说那个军事部署啊，那个在这上面，那不可能说拜登作为美国的总统一下子把很多东西给撤了。我支持的不是拜登总统，我支持是美国总统的政策。我知道，所以我的疑问就是说，你直接说你的疑问是什么，好吗？我的疑问是我怎么能够去分辨拜登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明面上做一套，然后背地里呢又是一个不是说你就是说那个 deep state 嘛，是不是？我觉得如果你还是这套理论的话，我们没有讨论的交集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人在想什么，对吗？我们只能看做了什么。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次大选过程中，我不讨论大选，我们现在只讨中美关系，对，好吧？那个王先生啊，就是你能一句话把你的顾虑就是重点说出来吗？我的顾虑就是我不能确定拜登他是因为是极左派的，他的思想和社会主义他是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不能确定拜登他是。你不需要你确定啊，因为他的政策不是通过你确定的。明面上对抗中共，而被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再说了。好的。你不需要再说了，我没有意义嘛，你讨论这个干什么？你没有人知道他人在想什么的呀，你这怎么知道？我们只能看他做了什么。那种阴谋论在我这里没有市场。如果阴谋论的话，你可以编很多故事出来。我们如果以阴谋论为前提去讨论问题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就是看谁能编故事嘛。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王先生？我认为明面上有些是阴谋，不需要明面上，你能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这个就是我没有去闭你的麦，是这样。其实因为你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 general 的，就是因为王老师他的节目是每天都在播放。其实如果您跟了这个王老师的节目，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就不会问出来了。所以我是建议，如果您有这么多你没有具体的一个点上，你是很抽象的，那我建议你去就是回头看看王老师的节目，很多期你慢慢跟着，然后慢慢你就大概知道现在的形势。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可能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您可能就是没有在听。那抱歉，王先生。没有，我们不讨论，我们不要去浪费我们的公共空间去讨论。就是你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我们会对任何事情都会有看法，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想清楚2点。第一点，我们在公共空间里面怎么去用这个话语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怎么去讨论一个有效率的议题，而不是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而且把这个动作放到公共空间上面来，我觉得是不行，好不好？抱歉啊，谢谢。好。我正在。那个 Leo 在吗？我看一下这个 Leo， 因为我发现这个 Leo 先生经常是上来然后。你是不是在墙外啊？不太稳定。我不在大陆。艾米，你拉我上来的吧？我没有，你自己举手的。我发现好几次你上来，可能就突然找不到人了。对，我没有举手，这次肯定是你拉我上来的。这次我没有。妈呀，我这好吧。
好吧，我拉您上来。那您有问题吗？还是我没什么问题，我就说2句吧。既然我都上来了，就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吧。首先，这个我先说一下啊，我也是支持 Trump 的。我为什么支持 Trump 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那个美国有个 Saturday Live Show， 就有一个人模仿 Trump， 我觉得非常搞笑。然后 Trump 给这个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多波动。你如果做金融，你就知道 volatility is money， 就是有波动才有钱。所以 Trump 其实是对金融市场有好处的。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我是希望 Trump 当选，但是 Trump 没有当选也无所谓。其实就是你要尊重民主的体制嘛，就是谁赢了谁输了你要尊重，你如果不尊重，你和共产党其实没有区别了。我们就要 respect the result 的election。你如果觉得这个 election is corrupted， 你如果觉得美国这个系统已经完了，那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辩护了。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我们还在这讨论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肯定是要相信这个东西。我是相信美国的司法体制它的权力的分割的。而且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你敢想象如果 Trump 是在中国当国家主席会有什么后果吗？就是他的权力没有被束缚在牢笼里，束缚在宪法之下。我敢肯定第3次世界大战大概率已经开始了。所以你要尊重美国这个体制，我不觉得拜登可以左右美国向哪里走，我觉得美国是在被人民推动着向前走，这就是我相信的 democracy 民主的意义。美国是民意在推动的，民意它集中起来很难，就是不像我党啊，我党是就是不需要民意，我党想怎么干，我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美国是需要人民真的团结起来，真的想I think CCP is the enemy。 OK，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在。Leon， 你说的非常好，谢谢。OK， 那我就不说了。然后我再补最后一句吧，王先生，我想说一句啊，就是因为前一阵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你讲朝鲜战争，有一个人上来，他就讲了很多朝鲜战争，说什么中国打赢了美军，然后你没有反驳一句。我问了你为什么没有反驳，你说这个人没有常识，所以我们不跟他讨论。但是刚刚那个人其实是也一样的，但是你就跟他争辩了很多，所以其实也是有观点的，你也是有你的观点的，就是你也是两个不一样。Leon， Leon， 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我不说了，你讲。好，Leon，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这个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刚才那个网友我会反驳几句哈，也没反驳很多，反驳几句的原因是什么？朝鲜战争这件事情板上钉钉的那么长时间，随手你可以知道真相啊。是如果你连这个你都不具备的话，我们不需要讨论。刚才那个网友呢，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在讲他的看法。第一个，我觉得他没有利用这个空间做正确的事情啊。第二个，我不反对他的政治主张，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他用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来作为我们公共空间的这个主题，这不是我想要的，这是我为什么不想让他讲下去的原因。我要解释给他听，就是这个，好吧？好，我现在消化一下 YouTube 上面的观点，好吗 ，Amy？ 好的。观点，现在中美关系很类似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日美关系，主动权在美国这一边，美国只需要一步一步勒紧套在中共的脖子上的绞索，而中共是否会像日本一样，在最后关头冒险一击，值得思考。我觉得不像，为什么哈？有2点不像。第一点，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二战前的那种关系，老实讲和现在的中美关系不大一样。当时二战之前的美国跟日本的冲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中国，所有的冲突是基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当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或者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对美国是有战略上的威胁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当时在中国的议题上不断的制裁日本的原因。但是美日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上的冲突，双方之间没有直接利益。日本最后打美国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双方没有直接，只是美国制裁他。
制裁它就是我不卖东西给你，不卖石油给你，不卖钢铁给你，不卖煤炭给你，仅此而已啊，没有直接去怎么，双方的冲突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为什么美国会意料不到日本去发动这个偷袭的原因是，为什么预料不到的原因在这里，他们双方没有直接的对抗。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中美之间双方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双方的对抗又很激烈，所以在这种情况，而且现在中美两国是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跟当时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形态都不同，所以把现在有很多人把现在的中美关系跟二战前的日美关系比，我觉得没有可比性，真的没有可比性啊，因为环境不一样，双方的关系不一样，然后这个对抗的状态也不同啊。提问：美国提出了2.3万亿美元的新基建，使得目前的原物料大涨，比如钢铁、铜、铝等金属，而中国却反而去跟澳洲的关系搞砸。我看不懂中国为何一直树敌。中国的战国时代不是也讲究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吗？中国就算是再多的第三世界的盟友，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抗争中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中共怎么就一堆蠢招还洋洋得意？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怎么去判断他对自己的实力的判断。第二个就是中国怎么去判断趋势啊？这里面就讲到当初今年的1月11号，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个讲话一直被提起？这是一个内部讲话，就是跟省部级干部啊开这个研讨班，其实是就是培训，就是开学习班了啊的那个内部讲话。习近平有2个判断，基本第一个判断就是东升西降，就是中国是东，西是西方啊，中国是在往上升的，西方是往下走下坡路的，东升西降这是个趋势，对趋势的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判断，你看我们1、2、3、4、5、6、7、8、9、10，我们把10件事全办成了，我们很牛。所以中共为什么到处树敌的原因是什么？基于这2个判断，一个对自己实力的判断，一个对趋势的判断。他觉得时间和时与势在我这头，时与势在我这头，意思是什么？越往后我们越好，别人越差。所以呢，我得罪其他人没关系，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尽量的把我的势力扩张出去。这就是中国的为什么他要干这种事情。你看中国很多的对外的这些策略都是矛盾。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菲律宾，美国在争取菲律宾，中国也在争取菲律宾啊，双方在拉锯啊。那么美国争取菲律宾，毫无疑问，这第一岛链菲律宾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菲律宾其实也不大敢完全倒向中国，也不敢完全倒向美国。他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巴士海峡的这个端头很重要，它的战略位置非常关键。所以菲律宾其实是两头走钢丝，走中间搞平衡。那菲律宾总统其实是一个很讲实务的，就是你给我好处，我就跟你走近；你要跟我翻脸，我就往这边倒一下。结果中国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派220艘武装渔船跑到牛耳礁去，就是想进行实际占领，用这种方式。什么叫破坏国际秩序啊？这就是破坏国际秩序。你用这种方式去占领一个双方有争议的这个地方啊，你当然不行。这种方式，你这不是一方面把菲律宾得罪了，另外一方面
让美国获得了一个和菲律宾搞关系的一个这个渠道理由，搞出了一个这样的点出来，你这不是愚蠢吗？你是为了这个点，你把整个局给破了。中国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跟美国对抗，你就边境搞一个，跟印度再翻个脸，狼牙棒打，跟印度打完之后，印度原来四方集团、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印度是犹豫的。印度是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倡导者，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他是不大愿意参加这些地区性组织的。但是美国拉他，日本也拉他，来，印度很犹豫，参不参加呢？不参加呢，这个旁边这个中国压力很大，政治压力很大。参加吧，和他的不结盟运动的这个领袖地位有一点不符合，所以他在犹豫。好，你这一场边境冲突打完之后，印度一个格都没有，直接就加入，所以印度成为四方集团的核心成员。你这不把自己给搞翻了吗？就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做了很多帮助，我就经常讲，王毅呢是布林肯的对手，但是王毅又是布林肯的帮手。你看这帮了多少事情，全帮了。你看日本也是，日本呢，日本其实在和中美之间呢，他是想搞平衡，因为日本对华贸易顺差很大，他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还是蛮重要的，日本经济，所以日本经贸关系是非常的，中日的经贸关系是非常的火热的，所以日本是不想破坏这种经贸关系，所以他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他也很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但是他也不想跟中国翻脸，是不想跟中国翻脸，就是或至少事情不要做得那么绝。好，中国今年2月份通过一个海警法，海警法里面规定什么呢？海警法规定，它可以动用武力去执法，而且把海警划到哪里去？它其实有个更大的动作，很多人没看见，他把海警划到武警里面去。武警是个准军事组织，然后武警管海警，然后呢，海警可以装枪炮，海警船上面有炮，这把日本人给搞翻了。你想一下，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一直在很摩擦，中国在钓鱼岛给日本巨大的压力，中国的想法就是我天天来，你不是说钓鱼岛你在管辖吗？我天天来，你的管辖就不存在了。中国是用这种方法去跟日本施加压力。你这海警法一出来，日本就翻了，日本毫不犹豫的就站在了美国一边。所以呢，中国呢，其实呢，它是不断的把周边的这些邻国一个个推到了美国的这边，所以美国的工作只做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帮忙做的。你说这蠢吧？也不蠢，就是他想展示他的实力。但是结果呢？结果都是帮了美国，所以工作有一半是美国干。提问：王先生，请问你觉得中美冷战已经开始了吗？如果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大概率的情况应该是从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啊，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呢，其实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双方呢表明立场，其实这是一个对话，不是个会谈，是个叫战略对话。那么美国叫高层对话，高层对话，美国是觉得战略对话是自己跟盟友之间才有战略对话，我们只是级别比较高，所以叫高层对话。那么中国说，只要讲的是战略性的议题，那就是战略对话，不管怎么样，双方再往中间一坐，它不是会谈，它是对话。对话是什么？对话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表明立场，让对方知道我的立场，同时我要知道你的立场，这件事情你是什么立场，我是什么立场，
这件事情我是什么立场，把立场交换立场就是对话。那么实际上阿拉斯加会谈，中国是有一定的期望，是期望双方的关系进入正常，就是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这一点中国是已经做到了。你可以看美国在中国的这个领事馆都开始正常运作了，双方之间会进行一些外交层面的正常往来，这个是实现。但是双方其实在交换立场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把战书给递出去了，双方等于把战书给递给对方。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要真的要找一个点的话，就应该是阿拉斯加会谈啊。但是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当做一个看法吧，这个不一定具有实务性的价值啊。我们就知道它已经开始了，从谁开始？从拜登政府开始。为什么？因为拜登政府用意识形态为引领双方对抗的中心，就是拜登政府把人权作为他的放到外交的中心，就意味着冷战开始了啊。观点：最近美国的策略在强调国际规则，这是针对中国以利益为基础的外交策略，目的是争取亚洲小国的支持。中国周边的小国更需要规则，否则如果中国翻脸，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现在中国的利益外交收买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给点钱就站队，但同时也面对中国持续的压力。菲律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随着中国财力的下降和战狼外交的负面影响，美国以规则作为基础的外交策略会很快争取到一些骑墙的小国。OK， Amy， 如果你那边需要的话，我会交回给你，好吗？好的，好的，王老师，您那边可能也就差不多再有一个5分钟吧。可是我这里还蛮多哎。对，你那边我觉得这个上面现在应该有6000多个网友在线吧？对，我这里还有很多观点和问题。那您先来吧。我先来哈。我们可以等一等。好，坐标新加坡，王老师的节目每期不落都看。2年来最大的收获是在王老师这里学会了包容别人的观点。原来看到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比国内一点不差，更酱缸，就会觉得很失望。这些问题现在心态平和了。我同时也会把您的节目分享给他们来看，希望王老师以后普及一些逻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好的，谢谢。观点：中共就是最喜欢阴谋论，因为把水搅浑才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很难判断受中共教育影响所产生的自主的阴谋论者和有任务的母毛之间的区别。你是说刚才的那个网友哈？阴谋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阴谋论你看《三国演义》啊，就是阴谋论。中国喜欢来一计啊，来一计。你看中国得天下的都不是西楚霸王，得天下的都是刘邦，搞阴谋诡计的人都得天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阴谋论，就有阴谋论这个因子在这里头。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 Deep State 的这个故事呢，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因为很符合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文化，也符合什么呢？也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一样东西，也是阴谋论，什么党内走资派啊？党内走资派就像什么？像 Deep State 啊，这个两者之间有共性啊，都是党内啊，一个是政府内啊。一个国家内部啊，一个是党内走资派，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有这种阴谋论的文化氛围，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这些东西。一说明面上的底下都是有阴谋的，但是呢，民主政治和西方社会不是这种玩法啊。西方社会是开放的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公平，讲究透明度。所以西方社会是透明的。透明是什么意思？只要你有新闻自由，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藏得住，一定会给你挖出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生活，你必须把你的屁股挪过来的同时，要把你的头脑也带过来，所以你才能够理解西方的政治、西方的逻辑、西方的运行模式。如果你还是脑子里面装着《三国演义》去看美国的政治我觉得你就会是 Deep State 的支持者啊。提问：既然中美对抗甚至于科技脱钩的状态下，为何台积电还要到南京扩大其28奈米的产能？美国会怎么看待投资案？我不知道，你要问台积电去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跑到南京去扩大它的产能。不过如果是28纳米的话呢，理论上来说不属于先进制程，不属于先进制程。中芯国际也是能够做28纳米的芯片，所以呢，而且在这个制程这种级别的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台积电去分薄一下这个市场，我觉得也没啥。其实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制约不在于28纳米以下的这种制程的产品，而是在更高先进制程的产品。所以我不觉得台积电去南京扩产28纳米的这个对整个的态势会发生什么变化。最大的影响是谁？最大的影响是中芯国际呀。中芯国际有点难过啊。你想一下，让对方难过的事情一定是对的，对吧？你说呢？请问王老师，在关于 CCP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个观点，您同意吗？如果同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您不同意，理由又是什么？ CCP 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呢，它有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我举一个例子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它的财政分配是不确定的。就以前地方政府叫财政包干，财政包干呢，每年要去中央政府去财政部谈判一次，谈判明年的包干指标是多少。所以很多事情呢，它要通过谈判来实现。所以双方的关系，你看中央政府跟地方的关系都不确定。所以因为改革嘛，改革很多制度还没建立起来，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呢，就经常中间就有一个 buffer， 就是冗余，就是我其实想让你交100块钱，我上来就说你要交150块钱，然后他就嬉皮笑脸跑到这，150太多了，120行不行？120块钱，哎，我一看120可以啊，那你就120吧。执行的过程当中，他就交了100，他说：“哎呀，我们有困难，只能交100。”哎，符合我的预期。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随着改革开放逐步的深化，中国很多东西都固化下来。你比如说分税制建立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财政分割的模式，双方的事权划分也通过这个来建立起来，所以很多事情都已经固定下来了。所以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已经广东话叫冇你只歌仔唱了，就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这样了，就是一个指令下来就没有什么对策，你没有对策空间。我举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以前地方政府上面说减费降税，地方政府说好，你说减什么？我说减这个，然后我这边再加一个，所以实际上没有发生。现在中央政府干了一件什么事情？直接把地税给撤销了，减费降税就直接减。为什么？制度已经改变了，你没有我们叫冗余空间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件事情已经怎么说呢？已经不流行了，好吗？观点：阴谋论最大的麻烦就是无法证伪，而且会让真正的问题失焦。
阴谋只对一小撮人有作用，但民主社会里推动政治的并非一小撮人，非常正确。谁喜欢阴谋论哈？这个世界上最喜欢阴谋论的只有一个人，一种人，叫什么？叫阴谋家。阴谋家最喜欢阴谋论啊。情绪希望王老师能讲一集如何科学的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免得很多人老是浪费时间用阴谋论来分析。阴谋论在中国人和华人特别有市场，这点我真的很无语。我们每天都在讲这种故事，没关系，慢慢的，大家会慢慢的明白这个世界。你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川普在执政，还有一些人是这么，你去看一些推特上面还有人在讲那些故事，但是时间会过去的。哎，米到你好吗？那个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什么新的小伙伴上来参与这个话题。好，那我继续了。对，好的，OK 啊。情绪这种对抗最早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后面因为华为、中兴制裁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但是很多国人还是认为自己的科技很牛叉。我还是不理解，国人明明看着中国制造2025都成不了，为什么还如此自信地认为自己的科技领域能超过美国呢？洗脑啊，没有别的，就是洗脑啊，生生的把它洗过去了，洗抽回去了啊。提问：中美冷战已经开始，是否会以一方的完败而收场，还是会一直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会持续蛮长时间，不是那么容易见分晓啊，没那么简单啊。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些人说，中共一隔着就死，非常脆弱；中国一隔着就崩溃，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中共的执政了这么多年，他对权力的掌握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牢固，所以这个都不那么容易崩溃。我一直反对说这个中国很快会崩溃，中共很快崩溃，我不这么认为啊。观点：中共对外政策基本上还是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强化执政合法性服务的。无论是韬光养晦搞经济，还是战狼外交肃外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文革虽然未曾让其统治垮台，但统治合法性和民心都丧失殆尽。80年代的一系列民运也反映了这一点。其后改革开放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客观上让其重新站稳脚跟。但习上台以来，经济减速，红利消失，各种矛盾重新浮现，逼迫他不得不重新调整。民族主义是他唯一的选择。西方很害怕中共的民族主义，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美国安全委员会的亚太协调员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他的一段讲话其实是蛮能够反映坎贝尔其实蛮能反映他一段话，我讲给大家听啊。他说：“我们认为我们手头上的剧本某些内容可能需要修改。”他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演变。中国认为，只要把美国领导的努力说成是遏制中国崛起和破坏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阴谋，就有助于煽动民族主义，把国内人民团结在领导人的周围。”这是坎贝尔的讲话。那么，其实西方国家，因为中国是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那么10几亿人口的大国一煽动民族主义，就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很吓人的场景啊。那么所以西方国家都非常小心的寻求一种策略上的平衡，就是一方面不去质疑中共的这种政权的合法性，防止中共以此为由去推动民族主义。但是呢，其实西方国家都搞错了，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什么？
老实讲，民族主义在中国就是尿壶，有用的时候拿来出来用一下。中共一点都不支持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民族主义的背后是什么？民族主义背后就是民族自觉。民族自觉背后是什么？民族自觉背后就是老百姓自治、地方自治，这是中共从来不想要。所以在民族主义这件事情上，中共比西方还害怕，西方又不知道，又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民族主义中共都是用一下马上往回收，对付日本人搞一下砸完车以后第二天就收回来，对付一下韩国人把韩国的这个商店砸一下，第二天就收回来。而且民族主义会引发什么群体事件？群体事件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一聚集在一起，中共就吓了，就害怕了。所以呢，西方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呢这种紧张和恐惧，其实是误读了中国的国情。中共比谁都害怕民族主义，所以煽动民族主义这件事情，中共是不会干的，他只洗脑就够了啊，他不会煽动民族主义。老百姓真上街了，他控制得了，共产党控制不了。观点：拜登初期的政策在谨慎防守，把进一步对抗的时间往后压一压，用川普既定的政策工具掐着中国，让中国持续失血。拜登本来不打算那么快做动作的原因一，可以腾出手来优先处理急事儿疫情国内的民意分裂；二，现有政策也是有利的，对中国持续打击；三，需要时间联系盟友。拜登政府态度突然变化，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澳关系冲突加剧；二是 CCP 主动把新疆棉热炒了一把。拜登顺势而为，接过 CCP 递过来的棒子就打，非常到位这个分析的非常好，看得很准观点：布林肯和王毅在联合国的针锋相对，我觉得是一种对 CCP 的警告，同时在全球各国面前提醒 CCP 不要玩火自焚。美国的态度越来越清晰了。好，观点：工业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这是正确的四化过程，但绝大多数独裁国家死在市场化上。希特勒、前苏联都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然后嗝屁。今天的大陆也一样，好吧？提问：请问王老师能不能谈谈现在中美关系对照1989年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区别？这已经问过我2次了我很担心中共独裁体制会在这一届领导撞墙后，又换一届新的胡温带着中国转头回去摸石头，周而复始。89年的中美关系好大的题目，让我想想吧。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找个时间来专门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2个维度好像没有人进行比较过，就是关于8964，因为8964之后的西方国家的立场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对镇压学生这件事情立场是也非常一致的，所以他们采取的是一致的行动。但是现在中美关系是西方国家的立场并不一致，而且苏联崩溃之前，西方国家的阵营是很协调的那么现在西方阵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要比较这个维度比较不大好比较等我想一想吧，好不好？我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明谢一下，天蓝谢谢，谢生谢谢，魏唐谢谢，Fora 和谢谢日语不懂 ，Jack Han 谢谢 ，Rick Han 谢谢 ，Next 谢谢，好，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YouTube 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那么我们的 Clubhouse 就继续好吗？好，YouTube 的网友再见，谢谢。